大家好，我叫冯国江我现在讲第一讲，讲我在印尼的生活。关于我的家里的事，尽量少讲，对不对啊？主要讲我自己，但是也要讲，要不然的话，那我从哪里来啊？这个要讲清楚，对不对？我的祖父叫冯雅令，冯两点水，一个马字，亚洲的亚，令命令的令。他是广东普宁县人，讲潮州话的，不是讲粤语不同的。他到海外谋生，第一站是到槟榔屿。槟榔屿是在马六甲海峡上，号称马六甲海峡的世外桃源那是英国的殖民地，因为它治安良好生活也不错，而且居民大部分是华人，所以称为马六甲海峡的世外桃源。现在呢，槟榔屿是属于马来西亚的，它是马来西亚的第3大城市，旅游重点而且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那个岛很有意思我很喜欢那个岛，我去过几次。但是后来他渡过马六甲海峡，搬到对面的苏门答腊岛这个苏门答腊岛呢，是属于当时是属于荷兰的殖民地，现在是属于印尼这个岛很大47万平方公里很大，台湾才3.6平方公里，它是世界第6大岛印尼的第3大岛。他到那个奇沙兰镇落户它是一个小镇，它的原文叫Kisaran Kisaran。 他为什么到那个小镇这个没有人告诉我，因为我也没有见过我的祖父。我估计是因为那个镇是荷兰跟美国联合公司开发的最大的香蕉种植园公司，就在那个镇。橡胶不是香蕉橡胶做轮胎的那个橡胶，它是印尼最大的香蕉种植园公司，在那边设立在那边奇沙兰镇，世界最大的香蕉种植园从他的坟墓看，我判断他不是工人，不是劳工，他可能是职员或者是工头一类的人不是工人因为如果是单纯工人，他的坟墓不会那么好。他坟墓现在还在那个地方，奇沙兰镇。他生了6个子女，可能当时那个镇没有中文学校所以他特地请英文教师教6个子女英文，所以6个子女全部
会英文，不会中文。我的父亲排行第4，后来他又学会会计，这个是他的优点。后来有荷兰公司聘请他成为1等秘书兼会计师，工资比较高，他是属于高工资的。这个公司设立在哪里呢？不是设立在吉沙兰，设立在吉沙兰，离开吉沙兰几百公里外的另外一个城市，叫冷沙市。那么我的父亲呢？后来这个1等秘书他不做了，他自己开2个商店，人都要发展嘛，对不对？能发展的他就发展。这个商店是设在荷兰公司开辟的香蕉园里头，2个商店。另外他自己经营香蕉园，是比较规模比较小的了。那个荷兰人经营的香蕉园那是很大了，那是范围很大，工人有的几百几千呢，对不对？现代化的那个最大的那个香蕉园里头有轻便铁路的，那个吉沙兰镇的那个香蕉园就有那个轻便铁路，自称独立王国，对不对？那我父亲开的香蕉园当然不会那么大，最多7、8个工人，对不对？但是我的父亲呢，有一栋豪宅，还有2部汽车。你想当时有2部汽车的没有几个。他是在冷沙市，我的家在冷沙市最富的华人之一。我的家就是这样，是吧？我的父亲呢，那么我呢，生在棉兰市，是另外一个城市，那是苏门答腊岛的首府棉兰市，它的原文是 Medan，M-E-D-A-N， 普通话读应该是美丹。这个棉兰是那个福建音拼的，对不对？原文是 Medan， 美丹。我生在那边，就是生在那边，但是家在冷沙市，相距100多公里。那么身后，我的母亲带我回到冷沙市，那个只是生我在棉兰，对不对？可能那边医生比较好，对不对？可能是这样。那么当时呢，那个豪宅还没有建成。那么我的父亲呢，管自己的香蕉园和督促那个豪宅，经营那个豪宅的。我的母亲呢，管商店，分开住了，那个距离有2个商店距离不同的，一个是10多公里，一个是20公里，就这样。那么孩子呢，一共有我的家里3男3女，当时我的大哥是在槟榔屿上学，就是那个英国殖民地的槟榔屿，就在对面，马六甲海峡的对面，二哥是在棉兰上学，都上英文学校，而且上的是天主教英文学校，那个学费是很贵的。其他的子女就跟着我的母亲住在商店里头，所以这个我简单说一下，这个香蕉园是怎么来的，都是从原始森林开发出来的，都是雇佣爪哇人，因为爪哇那个人口密度最高，它人口高盛他是从爪哇岛雇来的工人，叫农业工人把森林砍伐，
开发嘛，然后种这个香蕉。这个香蕉原来是在巴西的，它原产巴西的，引种到印尼。它是这样的，这个是荷兰人经营的，规模很大，工厂都是现代化的，它不是土里土气的，都是现代化，这荷兰人开发，那么我简单说，是吗？我们家开商店，开始杂货店。东西主要卖给那个工人了，那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的家是在香蕉林里面，这个香蕉树有多高呢？大概10多米，它是一棵接着一棵的，它的树叶树冠连在一片，所以它整片的这个香蕉园形成一个什么？绿色的海洋，终年常绿的。它因为印尼没有春夏秋冬，一年到头都是夏天，所以生活在那个香蕉园里头，就是生活在树荫底下，它是树冠连成一片的，商店就在那个香蕉园里头。那么那个我的商店的后面不远就是原始森林，就是还没有开发的原始森林。这个原始森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森林，有多少13000万年前，所以它动物很丰富，老虎、豹子、狮子、象犀牛猩猩应有尽有，野生动物我的商店后面不远每天早上能听到这个长臂猿叫唤的声音，我们都能听到这特点就是这个，所以我童年时代就住在那个商店里头那么那个管这个商店的是经理，他是荷兰人，白种人。他住在我们商店的对面一个小山包顶上，住在豪宅。他荷兰人嘛，经理，很大的豪宅，他这个经理也很辛苦，他每天要出巡去检查那个工地那很辛苦的，那个日太那个阳光很强烈，对不对？每天都要步行很辛苦的但是他的太太呢，在家里天天就是剪采那个玫瑰花，是吧？他别是没有做嘛，就是种玫瑰成天就是欣赏这个玫瑰，那时候简直是天堂的生活了，是吧？他有一个女儿，小女儿，她是纯粹白种人，白发蓝眼珠。那么我最早的童年的朋友就是跟那个经理的小女儿跟我是同年龄那个时候是4岁，我记得4岁的我还记得呢我还有4岁的照片呢，对不对他有时候从山上下来找我玩这个是荷兰人，是吧？工人呢全是爪哇人。那么现在我简单要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我空洞说是没有什么意思了的，要有血有肉才有意思。这个生活是怎么样？是完全不同的生活。3种人，白种人、华人，我们家是华人，对不对？跟那个工人生活是完全。荷兰人他是过他们的生活，吃面包，吃黄油是不是？他们很多食品是从荷兰运来的我们华人呢，因为我的家里也已经习惯于印尼，我们吃的菜有中菜有印尼菜，比较杂。华人那么那个工人的生活怎么样？我这个亲自看的，他们每天吃米饭加上咸鱼，每天都吃这个，离开不了。
咸鱼啊。但是咸鱼呢，要说清楚，有便宜有贵的。我们也吃咸鱼，吃贵的好的咸鱼，他们吃的是最廉价的咸鱼。这是工人的生活，是吧？米饭、咸鱼很简单，还有辣酱，他们喜欢吃辣酱，天天如此。喝的比较好，咖啡，它加上白糖，因为印尼是出糖的，糖很便宜，油都不成问题的，对不对？吃油。那么我顺便比较一下，中国的穷人在当时同一个时代，我后来到北方住在北方穷人是什么？在北方，窝窝头、咸菜，他吃不上咸鱼的。中国的穷人是咸菜、窝窝头，也吃不上稻米，所以这个一比较就知道，这个印尼的工人最低的生活，比中国的最穷的人要高，中国的穷人哪里吃咖啡呀？是不是吃砂糖吃白糖？没有的。还有一点，他们在印尼是最低的生活，就是这个工人生活，他们不会饿死，虽然吃得很差，绝对不会饿死，这是最大的特点。好了，这个说的生活，对不对？简单的说，一定要讲一讲这个生活。那么还有一点，这个发薪水的时候，每个月一次发薪水，这个公司就请一些表演娱乐他经常请什么呢？美国的放映队放电影呢。所以你别看这个原始森林旁边对不对？可以看到美国影片。我从4岁开始，我还记得就开始看美国影片了。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是吧？在毛泽东时代那个看影片，只有江青才可以看美国影片。我们在印尼，就工人他可以看美国影片，这个是不同的讲清楚，是不是？这个生活简单的就这样说着。后来呢，我当然6岁了，对不对？搬到另外一个商店，距离那个冷沙市比较近，因为上学嘛方便，对不对？大概10公里离开那个冷沙市，所以我上学第一次上英文学校。我的姐姐呢上荷兰文学校，不同的这个也成，我父亲也很怪，对不对？那为什么这样安排，我也不知道这个都是父母安排的，对。姐姐上荷兰文学校，男的3个都上英文学校，女的都上荷兰文学校，这很怪。但是不久那个英文学校关门了，我估计因为学生不多，大概是那个学生都是华人，他关门了。关门我已经超龄了，我要转去荷兰学校不行，他很严格的，超龄不行了，不收，我没有办法，才转到中文学校。好，现在要顺便讲一讲，我父亲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英文学校，他主要是为将来找职业谋生比较方便，对不对？因为你如果学中文你的出路才能做生意，你不能做别的，对不对？因为你如果学英文，你可以做别的，主要是从谋生的观点决定上什么学那么我上中文学校是吧？这个中文学校要讲一讲，很有意思。所有这个在南洋群岛、东南亚的中文学校
都用中华民国的，都采用中华民国的学制啊。我们学的课本都是中华民国教育部审定的课本啊，一切的规章制度都是按照中华民国教育部定的，所以这个特点，那英文学校、荷兰文学校那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啊，完全不同的啊。那么中文学校，你们听听啊，有意思吗？每一个礼拜一、周一啊，有一个周会，要开会在大礼堂，唱国歌。那个时候的国歌什么三民主义啊，要向孙中山先生跟蒋委员长的卦象三鞠躬啊，这个是规定的，这是中华民国的规定啊，对不对？好了，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那个是82年前，我是9岁。学校，因为学校的老师啊，都是爱国者，即时就搭这个戏台，演这个抗日戏，唱这个革命歌曲。演戏是什么内容呢？你看看啊，演戏啊，这个演戏啊，把那个卖日货的那个奸商啊，把他的商店用那个大粪给涂抹了啊，那个不听话的坚持卖日货的，把他的耳朵给割下来了。这个戏嘛，爱国戏嘛，对不对？啊，那么唱的是革命歌曲，日写不愿做奴隶，不愿做蛮牛，人生的那个人道的烽火传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自由、平等、博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啊，就革命过去啊，那是田汉写的那个日写啊，群情奔腾啊，爱国热情啊，每个人都成了爱国者了啊，对不对？好，说到这里，从此以后啊，华侨啊，经常捐款支持中国的抗战。根据陈嘉庚统计，捐款占了当时国民政府，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抗战的40%以上啊。华侨的捐款支持这个抗战，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世界日报》给登了，去支持这个。所以，简单的说，南洋华侨、东南亚华侨对抗战的贡献非常大，是不是？好了，那么后来我的那个家里的那个豪宅建成了，那个很大的一个豪宅啊，对不对？那个独一无二的了，啊，你找不到第二个的。我的父亲呢，付很大的这个很贵啊，那个木板都是最贵重的木板。我们的豪宅的周围有10多种热带水果果木啊，后面还有一个湖啊，那个环境啊，说实在就是小天堂啊，小天堂啊。我放学回家啊，马上就爬树了，果树啊，采果吃，每天都有摘果吃，10多种热带水果。完了，钓鱼，在那个湖里头钓鱼，每天都是
那个时候就是说，我的童年生活就生活在天堂里，自由自在，啊。但是这个好景不长，怎么样？突然破产了，为什么破产？这个到现在我还弄不清，因为那个时候我年纪小。也没有问这个事，对不对？为什么破产？那么后来我要写回忆录要问的时候，那父母大哥都去世了，问这个姐姐啊，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破产。但后来有的哥哥说因为父亲后来养猪业失败了，管理不善，破产。我们的家全部充公了，负债还债全部完了，破产了。这个大概1939年，我们就搬到棉兰，靠我大哥跟二哥在银行做职员生活，当然生活不至于饿死。但是比起以前的生活，那就是成了穷人了，对不对？那比较起来，对不对？那么在棉兰呢，我应该上什么学啊？我原来不是上那个中文吗？在冷沙市。但是棉兰的华侨通行的是什么？闽南话，就是福建话。福建南部的话有闽南话，以厦门话为标准。他通行那个语言，我一句话闽南话都不懂。我是上中文学校，给同学欺负了，是吧？不会讲闽南话等于怪人了，你不是中国人了，但是我会讲普通话。我已经是3年级了，但我不会讲闽南话，我受欺负了，我不愿意上学了，我不愿意受欺负那么我自己愿意上英文学校，但是英文学校学费很贵我们已经破产了，没有能力那么上荷兰学校我又超龄了，不能上荷兰学校，不能上英文学校，也不愿意上中文学校，我没有办法了，我失学了。在闽南我失学了，那后来父亲看我失学不行把我送到旗沙兰镇，就是我祖父落脚的那个地方，离开棉兰市就100多公里。那个镇有一个特点，那个荷兰文学校不受年龄限制，所以我在那个镇旗沙兰镇上荷兰文学校了，这个很怪的，是不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只有我跟我的侄儿，我住在叔叔的家里，只有我们2个人是华人，所有其他的同学都是土著，都是当地人。有讲土著也很多种了，印尼有1000种民族中国不只有56种嘛，印尼有1000种民族所以那个土著也分很多的嘛。在那边学荷兰文学校荷兰学校，好了，学3年了，日本就来了，就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3月份，日本就来了，日本兵。那个荷兰军队他的海军相当厉害，荷兰的海军相当厉害，也打，跟日本的海军也打一阵。还有联合澳大利亚、联合英国、联合美国，4国海军联合跟日本打，但是呢打不过日本。为什么？没有空军最大的缺点没有空军，但是日本有空军。这个4国的联合舰队全给打败了。日本海军很厉害
在爪哇岛嘛。这个是后来我看历史的，你不看历史当然不知道，对，看历史。海军是打了一阵，陆军呢，那100%是草包，没有打几天投降了。1942年，好像3月份好像荷兰军队投降了。大概不到半年，我记得整个东南亚全给日本占领。那么日本占领，他一来，首先什么？封闭所有的学校，我没得上学了，失学了。那么学校干什么呢？还有一点，日本一来宣布粮食配给，但是他只配给大米、稻米，限制就是稻米不能自由买卖，每个月只定量给你一个人多少斤，那么其他的补上玉米，是吧？玉米随便买，什么其他的都随便买卖，只有稻米控制。这个跟在中国实行的毛泽东实行的那个配给不同的，中国实行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票，日本不是，他唯一的控制稻米，因为他的兵，他准备长期打仗了，他要囤积那个稻米，只有稻米控制。但是华人跟本地人已经习惯稻米，你给他吃玉米，他不吃啊，他不愿意吃玉米，对不对？他一定要吃稻米，那怎么办呢？很多华人就到农村自己种稻米，自己偷偷自己种自己吃，你也管不了日本人，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事，偷偷也吃嘛，对不对？市场上是不允许，但是他自己种自己。那么我呢，也是被迫的到农村啊，我当过农民啊，因为学校关门嘛，那干什么，对不对？我也到农村种稻子，但是后来不久，中文学校可以恢复，英文学校、荷兰学校关门，不许可再开，消灭你这个荷兰文跟英文，中文学校可以开学。他为什么？我估计因为华人太多了，他也不愿意得罪华人。另外还有一点，中国的半壁江山那是由汪精卫统治啊，有政府啊，是不是啊？那汪精卫是跟日本是合作的那么就是说海外华人必须承认汪精卫的政府那么当然你成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压迫这个华人嘛，是不是？所以允许华校复学，我又回到棉兰这个上学。我顺便说一下，有一阵子我在棉兰试学的时候，我回棉兰试学，我做过小贩这个也说一说是吧？卖什么呢？卖香蕉跟卖鸡蛋，卖到那里卖给日本兵有一阵子没有办法嘛，这个是为了生活说没有办法卖鸡蛋跟卖香蕉卖给日本兵那么一开学我就又上学了，但是那个上学呢要学日语要兼学日语。好了，这个在学校就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学校的老师也分左中右，对不对有的是亲日的亲日本的，有的是反日，有的是不管政治的。有一个女的叫周清瑞，她给我
的影响是最深。他是反日，但是他不敢公开讲啊，私下跟我讲反日的事啊。他是左派，又是爱国者，我受他的影响，我也反日了啊，因为他跟我讲反日的事啊。好了，有一天要背这个日文教育纲领，要背，我呢一股反日的情绪出来了，对不对？啊，背的时候要站起来，轮到我背，我站起来，我不背，我抗拒啊。那个日语老师是亲日派啊，给我一个大巴掌。一个大巴掌，我公开啊，公开反日啊，对不对？给我一个大巴掌，从此我不上学了，我跑到那个老师的家里，专门读爱国和革命的作品，这个就是决定我的人生观呢、决定了，小学就定下这个基础了。他有很多爱国的、革命的书，当然藏起来了。那个时候日本管的不是那么严，对不对？啊，不是管的那么严。那个书它藏起来，但是我看的就是说，比方说看什么书啊？法国的那个文章都很有名的，《最后一课》啊，就是爱国课本的那个《最后一课》啊，列宁的革命故事。啊，还读那个巴金写的《灭亡》，那是革命小说啊，还有读那个法国革命史啊。小学我就知道了什么罗伯斯庇尔啊、丹东都知道了，小学都受那个影响啊。他借给我的书嘛，老师有的那个书嘛，专门读这个书，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已经成为什么小小的左派爱国者。还有一件事要讲一讲，在我退学之前呢，我求一个同学给我改名。我的父亲是潮州人，他不会中文，他给我起名啊是用潮州话起名的，写成英文邦木匠。那么我的中文老师给我翻译冯木江，牧童的牧，江水的江啊，他翻译的是不是对？不一定对，他也不会潮州话，是不是啊？他反正这样翻译的冯木江。那么木江跟木匠是同音啊，对不对？木江跟木匠，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啊，因为同学来取笑我木匠，对不对？我要求一个同学，中文比我好的同学，我请他给我改名。他这个人是爱国者，我估计他父亲是国民党人，或者是同盟会的会员。我估计啊，因为他知道很多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故事啊，也给我讲啊，三民主义什么也给我讲，他就给我改名了。改什么呢？我不是原来叫木江吗？牧童的牧，江水的江吗？他给我改国奖，国家的国，蒋介石的蒋，又爱国又爱蒋委员长，我很高兴啊。但是这个只有2个人知道，连我母亲都不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就2个人知道。我试着改名了啊，是不是？这是一件事。不久，日本投降了，啊，都自由了，啊，都自由了，对不对？啊，你敢想说什么话都可以了，对不对？干什么事都可以。那么，原来那个国民党人办的学校中学恢复了，苏东中学就很有名的，他是国民党人
办的，他是说的，如果划分派别的话，变成右派了，对不对？复学了，苏东中学，他是右派的，国民党人办的。那么左派也办学，就华侨中学，左派，校长叫做陆哎呀，我都忘了那个朱志辉，他是北大哲学系的，他是左派分子，他办华侨中学。那么这个两个中学啊，我都上过。右派学校讲什么啊？他当然了，除了讲那个其他的数学啊什么，那是一样了，是吧？但是他要讲公民课，要讲三民主义，这个是右派的。那么左派呢？他不讲三民主义啊，他讲马列主义完全不同的。马列主义他从什么地方开始？社会发展史，那个是马列主义的最基本基础，讲这个。那么我两个学校我都上过。那么报纸呢也分开，右派的办什么？新中华报，他是夸奖蒋介石，批判毛泽东。新中华报，他是右派的。左派办报纸，他叫什么？民主日报，宣扬共产党，吹捧毛泽东，对不对？天天骂蒋介石，蒋介石是贪污腐败，违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是这个左派的影响力胜过那个右派。我也是，我原来日本一刚投降，原来我的房子我有我的书房挂3个照片，孙中山先生，蒋委员长、蒋介石，还有毛泽东，3个伟人。日本刚投降，但是后来我受影响了，受左派报纸的影响，就是认为蒋介石是贪污腐败，专制独裁。我受他影响了，我成了左派了，我把蒋介石的照片扔掉了，把我的名字改了。我不是冯国蒋吗？蒋介石的蒋吗？我把那个草头也砍掉了，所以我的名字在那冯国江，到现在用到现在为止，就是这样来的。我入美国籍的时候，那个移民官问我要不要改名，我不要改名，因为我的名字有历史意义，对不对？我不改名，还是保留那个反蒋的那个意识，但是后来我又改变了，后来我又认识了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坏，是不是？因为这个思想，人的思想会改变的，对不对？这个以后我再说，对不对？这个思想会改变。当时就是说我成了反蒋了，在学校我经常发表言论支持毛泽东，支持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我成了学校的左派了。我那个时候已经上中学了，我最后是上那个华侨中学，左派的学校，我成了左派分子，对不对？好，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从新加坡寄来，这个信对我也影响太大了。谁写的呢？就是那个小学老师影响我最大的周清瑞，他后来到新加坡了。他写信什么？他说新加坡比印尼进步，所谓进步就是共产党的力量强大，他希望我能够到新加坡去。他说你
啊，如果是他说生活不成问题，我可以介绍你到小学教书，你生活不成问题。好，我就接受他的意见了，上新加坡。最早我是上华侨中学，那是自由派的学校，实际上是左派，从前偏左吧，应该这样说，因为学生里头也有右派学生，他的老师大部分是左派，是吧？校长是留学美国的，他是自由派，但是基本上左派占优势。那个是东南亚最大的中学，原来是要盖大学的，盖不成了，后来改成中学，所以它规模很大。到现在为止还存在华侨中学，东南亚最大的中文学校。我就在那边上学了。有一次举行全校性的演讲比赛，我参加演讲，那个右派的学生也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呢，他是反对共产党的，拥护蒋介石的，他也参加演讲比赛，很厉害了，是吧？我是左派，痛斥蒋介石，支持毛泽东，还痛斥美帝国主义，是吧？我演讲我是左派啊，那个三青团的是右派啊，针锋相对，我优胜了，我得到1等奖。我在华侨中学最大的事情就是这件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错了。我演讲的时候，我是攻击什么？说美帝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现在回想起来，错了。这个内战不是美帝帮忙国民党打内战的，不是的。内战的起因是什么？日本一投降，蒋介石他要统一国家嘛，他要收复那个解放区嘛。但是中共要坚持解放区嘛，矛盾就在这里。蒋介石要统一国家，要收复那个解放区嘛，对不对？中共要坚持解放区嘛，要打起来。内战的原因就在这里。美国没有帮助国民，美国希望国共合作，他不希望打仗的，但是一度曾经帮助过国民党，一度，但后来没有帮助了。后来没有帮助，所以国民党才失败。杜鲁门总统的时候没有帮助了，切断那个帮助国民党的经费了，所以国民党才失败。这个是简单的说这个内战的时代。我不是在华侨中学上学吗？因为我一直在反对荷兰殖民主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反对美帝，反对蒋介石，支持共产党，支持毛泽东我一直在学校我是经常发言我成了最左的学生了，所以他们背后给我起名棉兰的毛泽东这个我要提提，这个不是我吹嘘的是吧？就是说明我这个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回想起来，我在新加坡华侨中学的演说是错误的好了，但是我只上了半年，没有能力再上了，因为那个学校学费很贵后来我申请免费，学费免费，但是住宿要钱我吃饭要钱那么我哥哥说他支持不了了我哥哥当时还是摆那个旧书摊没有多少收入嘛，对不对？他不能供应我了，我只上半年在华侨中学，我没有办法，我就找那个周清瑞嘛，
我小学的那个老师，他不是说可以介绍工作吗？哎，他给我介绍小学工作，我有工作了，我能够生活。在新加坡，就在小学教书。这个小学很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小学，这个要讲一讲啊，很有意思啊。可惜那些照片本来很多啊，在那个学校拍的照片，后来烧了，不是在香港那个烧嘛，全部烧毁，很可惜的。这个小学是什么小学啊？叫做新洲平民小学。新洲那个新加坡的简称啊，星星的星，新洲就是新加坡，简称新洲。新洲平民小学，主持这个小学的人，校长呢叫陆续，也叫陆在新，陆续虚荣的虚。这个人呢要特别介绍。太有意思了，陆续啊，他是上海崇明岛人，师范学校毕业的，没有大学，师范学校毕业，后来跑到新加坡了，当然详细不知道怎么样，他加入马共了，马来亚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进入森林了。参加抗日啊，马共打游击，当然他没有拿枪杆，他是做编辑，在森林里头抗战的时候，那是很了不起的哦。日本投降以后，马共就出来了，合法。英国承认马来共产党是合法的政党，因为他抗日啊。所以这个陆续也出来了，他是马共的党员呢，他就设立这个平民学校了，新洲平民学校，他的经费哪里来？捐款，他到处都是募捐，维持这个学校的经费，经费没有多少，很困难，所以这个学校没有校舍。没有校舍，那么这个学校建立在哪里？建立在游乐场里头。什么叫游乐场？新加坡有3大游乐场啊。当时上海只有一个快乐世界，但游乐场白天它是没有开的，它是晚上才开。那么白天那些电影院呢、剧场这个饭馆对不对？那个空着没有人呢。那么我们就利用那个空间当教室。这个学校你想怪不怪？黑板呢？临时搬的，把黑板挂到那个剧场，就当做教室了。下课把黑板收回来，是这样的。那很怪的学校，那么学生大部分都是工人的学生嘛，免费的，不要钱，有时候我们上学，我们教书，那个舞台他们练习练习武打，是不是？这个学校那没有办法了，是不是？他练习武打，有些那个京戏还有那个广东戏粤剧，他没有京戏，粤剧练武打，练教书，练看那个节目是吧？这个学校是这样怪的学校3个学校，我在3个学校教书这个我在新加坡的生活，好，我就受这个影响了，受的影响非常深因为这个陆续校长也叫陆在新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或是他是怎么样工作狂我没有看过这样的，
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你看他白天主持学校，到处募捐，学校的课程安排由他来安排，忙得不得了，一个人管3个学校，忙得不可开交。晚上还要到工人区里头教工人马来处理，他教什么？都是那个政治的课程。比如说，我听过他的课，什么叫封建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小册子宣传马来主义。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人，100%的共产党。但是马来亚共产党他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是在宗教的问题上。他反复告诉我，他引这个德国的哲学家费尔巴哈引费尔巴哈的话，一再告诉我什么呢？不是上帝造人，是人造上帝。这个太厉害了，把整个宗教颠倒过来了，否定上帝的存在，这个可是天翻地覆的事。我是头一次从他那边听到了，我受他的影响。另外当然他也说了，马克思那个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是我已经知道的。但是这个上帝不是上帝造人，是人造上帝，我是从他那边知道的，给我这个太深的印象。从此我成了无神论者了，彻底的无神论者。当然后来我又看了，我这个思想不只受他的，但是他头一次受他这个影响。但是后来我又看了法国启蒙运动，是吧？是18世纪，有个百科全书派，就是反对宗教，反对宗教移民。我深受这个影响。后来我进一步受影响了，对，我这个成为这个无神论者，不是简单的。那个法国的那个百科全书派，彻底的否定宗教，我也受那个影响。法国这个简单说什么？这个思想，我年轻的时候是基督派，主张消灭宗教，但现在不同的思想改变了，是吧？简单的说，是吧？现在是我主张什么？宗教自由。现在的思想，简单的说，你可以信任何宗教，你也可以不信任何宗教，这个是现在的思想。我认为这个思想是最文明的思想。这个是宗教的事，说到这里，我在新加坡最大的影响就是这个。好了，我在新加坡是基左派我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加入了，就在新加坡加入的。他的主席的名字我还记得，李宋，姓李的李，宋东西的宋。我加入，我参加新加坡人民的争取民主的运动，每一次社会运动我都参加，游行示威我都参加。有一次举行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是什么呢？有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叫林雅亮，
姓林的林，亚洲的亚，亮，明亮的亮，死在英国的监狱。那么共产党就认为是英国人害的，发动新加坡群众游行示威，那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我也参加。就是说，所有社会活动我都参加。我是左派嘛，积极分子，对不对？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有一次，注意马来亚共产党那个是合法公开嘛，公开的活动嘛，合法对不对？他总部挂就是斧头镰刀我经常到他的总部去。他有一个组织，马来亚共产党当时有一个组织抗日同志会，它就是原先在森林里打游击的那个抗日同志会，它有一个组织保存下来。有一次抗日同志会组织一个叫做什么呢？远越抗法志愿军就援助越南抗击法国的志愿军。我跟我的同事也是印尼华侨，叫施宝生，带头报名远越抗法志愿军决定到越南去打法国。也就是说，当时我是在新加坡是最激进的共产主义青年但是后来当局不允许我们离开阻拦这个志愿军不能去越南去不成了。那么去不成呢，我又回想一下自己的学历，不过是初中生，就是学历太低了，不够。那么我要提高我的学历，我只能回到印尼上学，因为在新加坡我没法上学那个华侨中学很贵上不起，对不对？那么我如果回印尼，我可以上学。那我回印尼，我住在家里嘛，不是住在，是不是？那个费用比较低嘛，我只要拿到那个免费，对不对？免学费，我就可以上学。所以1948年初，我回到缅兰上华侨中学我拿到免费上学免费，但是晚上呢，我义务帮助民众学校，我教印尼文，晚上我教印尼文免费，是吧？义务的教这个印尼文，在缅兰。那么我回到缅兰，当然我也是反蒋拥护毛泽东，对不对？反对荷兰殖民主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反对美帝我都叫美国是美帝美帝国主义对不对？反对我成了什么？我也成了最左的分子，在学校里头支持印尼的独立运动因为左派都是支持印尼的独立运动，右派他是反对印尼的独立运动。他是这样，日本投降以后那么盟军他要接管这个投降是不是？他要接管他要把日本兵遣返日本，他要管这个事嘛，对不对？那么东南亚是谁管呢？是英国军队管的，属于英国军队管的 Mountbatten。所以日本投降以后不久，他是8月份投降，10月份英国军队就登陆印尼了，在大城市不是每个城市，大城市登陆，棉兰就登陆了，雅加达就登陆了，泗水的登陆，小城市没有。
大城市，英国军队登陆了。登陆干什么呢？他接管日本投降，就监督日本投降，收武器，遣返日本兵回到日本，他管这个事，他不是占领这个印尼，对不对？这是暂时的接管日本投降，他的任务就是这个，这个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那个印尼人啊，日本一投降，印尼人也宣布独立啊，他宣布独立啊，他也要接管日本的武器，这是矛盾了嘛，对不对？就跟这个盟军啊就冲突了，有一部分日本兵也把武器交给这个印尼兵，但有的不交给他，就打起来了。这个怎么打呢？英国军队跟印尼军队打起来，还有日本军队跟印尼军队也有的地方也打起来，很乱啊，是吧？很乱。同时是什么呢？荷兰军队啊，他又借这个机会回到印尼来了，他要恢复原来的统治。所以你看乱不乱，是不是啊？荷兰军队又来了，对不对？他就借这个机会占领那个英国人占领的城市。那么棉兰原来是英国军队占领的，对不对？但他接管日本投降以后，他走了，没有几个月，他走了，这个英国军队就撤走了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了。那么荷兰军队管那个棉兰，那荷兰军队管棉兰，但是四周呢是印尼的军队这样印尼军队就跟荷兰军队在交界的地方经常打起来。我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棉兰里头，对不对？上学华侨中学那么这个印尼这个要讲一讲，是吧？郊区都是印尼占领棉兰市是荷兰军队占领，印尼军队要进攻不了，他打不过荷兰军队，荷兰还利用了华人成立保安队维持治安这个印尼兵打不进去。那么在外面农村的这个华人商店全部被那个印尼人给抢了，排华好惨农村棉兰城市以外的农村华人商店全被抢，所以华人很反感我的同学有的就在外面的抢了商店，抢了跑到棉兰成难民了。所以这一部分人非常痛恨这个印尼人，受害者嘛，对不对？但是我呢没有受害，我是在棉兰城市住着的。另外我是左派思想反对荷兰，支持印尼的独立。我知道华人是受抢劫了，外面的华人，但是我还是支持印尼的独立有的华人就不支持他独立了，所以这个不同。因为我是左派左派永远支持印尼的独立，他是这样当时的情况很混乱，对不对？很混乱好了，有2件事情整个改变我的生活了。什么事？我不是1918年初，大概2月份嘛，从新加坡回到棉兰吗？那么同年大概年底，也是1918年，就是我离开
新加坡以后，因为新加坡的马共啊，采取武装斗争了，杀英国人啊，采取武装啊，所以英国就宣布马来亚共产党为非法啊，所以马共啊又回到马来半岛的森林打游击了，宣布非法了，因为他又靠武装，是不是杀人啊？但是这次他打的不是日本，他打的是英国人啊，他也打游击，他又回到那个森林里头，这是一个。因为我是左派，我当然不满意了啊！英国宣布马共为非法，我当然不满意，是吧？我当然支持马共，对不对？我是左派嘛，这是一件事。另一件事呢，同年也是1948年，在印尼的共产党在印尼爪哇岛叫做Madiun MADIUN， 翻译是茉莉芬。共产党发动武装政变，也反了，但是被政府军镇压了，失败了。印尼共产党也失败了。茉莉芬事件，这就是茉莉芬事件，1948年。当然我也不满意，我是左派嘛，对不对？马共被镇压了，印尼共产党也被镇压了，我很气愤。我决定什么？我要学军事，我要回到中国的解放区啊！学完军事，我要回到印尼，参加印尼共产党武装斗争啊，打倒帝国主义要建立在印尼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那个是不是壮志凌云嘛？不得了了。但是呢，这个思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不喜欢吹牛，我不是那种人张扬，对不对？夸夸其谈，我没有。我这个思想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是说，我要去解放区学军事，将来学军回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那么我就决定到解放区。但到解放区怎么去呢？你得有路子，你谁认得你啊？对不对？是不是？我也不认得解放军了，对不对？想办法怎么办呢？先到香港，因为香港。离开香港那个附近有一个东江游击区啊，这个我知道因为有人也在印尼棉兰也有的同学也到香港大德学院上学。这个大德学院是什么学校呢？这个很有名的，你现在查那个网络都可以的，你查查大道的大，德国的德，大德学院，它是中共华南局在香港办的学院，但是名义上是民主人士办的不是共产党出头的，实际上是中共出头的。这个学院的目的是什么？培养学生做干部，将来接管东南亚的干部，就是对外将来重要的干部。目的当然他不宣布，他暗冲的目的是这个，对不对？所以他是。那么这个学院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东南亚左派学生，那么我是其中之一，对不对？从印尼的，从马来西亚的，从那个泰国的都有左派青年都到香港上这个大德学院我也去了。我的目的是暂时不是，我的目的不在
上这个大学，我找路子要到解放区啊，只是暂时在香港啊，我考上，但是我考什么呢？啊，法政系啊，暂时落脚在那边啊。那么这个事啊，当然英国当局知道，英国当局有他的人嘛，是不是？刺探一个，发现这个学校是培养共产党细菌的，把它封闭了。封闭了，我没得去啊，我暂时就在上那个什么呢？上夜校、夜大啊，中夜学院上新闻系啊，是吧？暂时啊，还是找路子，想办法要到解放区。那么那个广东离开香港不远，那个广东有东江中队，它是解放区啊，游击区啊。啊，我本来想到那边去，没有批准，因为你所有都是要党批准嘛，你不能你想去就去，那不行啊，对不对？它整个是党的地下党，都了解我们，他们都有人专门的人，对不对？谁什么样的思想，全部摸透了，是吧？他们做的很细致。好了，最后共产党的决定什么？派这些左派学生，是吧？保送到北京，决定这个，那么挑了最可靠的左派分子，其中包括我，大概几十个人，男的女的都有，大部分是印尼的，还有新加坡的，挑好了几十个人，最可靠的，他们都知道的，他们做的工作很细致的，谁怎么样的呢？全知道摸透了。好了，1949年4月就保送我们到北京。那么陆路还不通啊，不是说全国已经解放，没有啊，陆路不通啊，只是北方解放了，对不对？怎么办呢？就坐船，坐英国船，他是商人嘛，对不对？到天津，从天津再转北京。那么这个船是到天津，在路上半路收听那个收音机嘛，会收听收音机嘛，对不对？南京解放，那个是什么呢？什么时候呢？1949年4月22号，那个船在途中收听这个消息呢，大家很高兴跳起舞了，对不对？那么那个船经过南朝鲜的仁川，还经过烟台呢，天津，在天津码头，李立山接我们的，中共的元老可见的他们重视我们。除了我们这个左派学生以外，那个船里头还有一批大概几十人呢，所谓的民主人士，到北京要召开政协大会，要参加政协大会，统战嘛，被统战的这个民主人士一批几十个人，也坐那个船，到了天津了。